一连2天下班之后需要坐在这里干视频，属实是没有想到的。都要怪苹果啊！出人意料的又在第2天连着发布了一款新产品 Introducing the new HomePod， 全新的 HomePod。所以我这不就利用了上班时间摸鱼，充分利用了上班时宝贵的午餐时间，整理了一些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。首先要和大家讲一下的还得是这个参数。因为其实这个 HomePod 已经不是第1代了，它是第2代了。那总结下来，第2代和第1代的变化，就是在保持这个直径一样的情况下，它的高度从172毫米降到了168毫米，然后重量也从 2.5 减少到了 2.3千克。那芯片呢，也从当年给手机使用的 A8 芯片换成了现在给手表使用的，而且是第7代 Apple Watch 使用的 S7 芯片。不过它也同时增加了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。而且这个温湿度传感器其实在 HomePod mini 里面就已经有了，所以在后面软件更新之后 ，HomePod mini 也能够同时检测这个房间里面的温度和湿度。别的方面，它的高音单元从7个减少到了5个，麦克风从6个减少到4个，售价也从2799元降到了现在的2299元。那一句话，和初代相比是减价也减量。但其实从苹果给它用的芯片上就能看到，从初代时候的堆料到现在只给它用了一块手表的芯片，也说明苹果没有再继续想给它堆料这种想法了，而是就只是把它作为现在 HomeKit 当中的一环，不得不让它存在，但是又没必要把它的这个整个配置给堆得那么高，因为这样的话售价也上去了，就可能会犯和初代一样的错误，那就是销量不佳。其实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苹果在这个时候发布新一代的 HomePod 是一个很奇怪的决定。你想，他自己亲手停产了初代 HomePod， 因为销量不好。但是现在我其实在网上也看到一个网友很有趣的评论，因为我们先看苹果是怎么解释他们发布这一代 HomePod 的。是随着 HomePod mini 的流行，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个音响方面，人们可能对于一个更大的 HomePod 兴趣的增长，所以我们非常激动，给大家带来新一代全新的 HomePod。这个网友的点评就挺有趣的，他说他很喜欢苹果居然能够这么一本正经的假装，好像初代 HomePod 的失败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那其实我倒是觉得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苹果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在这个时候发布这样一款产品。首先很巧的是纯粹只是巧合，我去苹果的网站上看了他们最近在招聘的职位，他们在招一个 Apple Home 的硬件工程师的技术领导，说明苹果在于智能家居这一块还是想继续发力的。那另外一个消息也是我看到说，苹果现在也正在设计一款新的显示器，然后这个显示器呢将是接近于低端 iPad 的这么一种设计，它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智能家居管理，可以用来控制 HomeKit 的设备，可以管理流媒体视频，可以使用 FaceTime 通话等等。那也就是说，苹果是很想在这一块发力，并且能够占有一定市场的，而且他们可能也在考虑 HomePod mini 可能罩不住这一份市场的份额。那既然如此，他们肯定需要一款相对更加高端的老大哥来罩着它。于是我想，这就是为什么 HomePod 全新的 HomePod 在这个时候诞生并且发布了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到底该不该买呢？其实这个问题我真的很难回答。拿我自己来说，作为一个 HomePod mini 的使用者，我是不会去购买新一代的 HomePod 的。一方面呢，是因为它们的功能比较类似，尽管在音质会好一些，但是它的价格也比 HomePod mini 要贵了很多。我反正是很难下定决心花将近5000块重新去购买2个 HomePod， 然后组成一个立体声的一个组合。这对我来说，这个花费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从来没有买过 HomePod 这类的产品，又或者你之前有过初代 HomePod， 但是现在已经坏了，可能对于这样需求来说是一个可以购买的契机吧。但是讲真，2299块可真的不便宜啊！要知道，昨天发布的 M2 芯片的 Mac mini 也就4499，正好是这2个 HomePod 加起来的价格，确实是不便宜。那今天关于 HomePod 能讲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么多了。关于这个产品本身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好赘述的。主要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觉得苹果在发布这款产品背后的一些想法吧。另外我也听说了，明天还是有可能继续发布新产品，
第二代的 AirPods Max。那对于这种行为，我只想说，苹果只要你敢跟，那我就敢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我是小天，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。我们有可能明天又接着再见，拜拜。